这个男孩突然发现，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竟然是假的，就连腿上的残疾都像是装出来的。为了弄清真相，到了晚上，哥哥睡下后，他也假装趴在桌子上睡着。然而哥哥却慢慢来到他的身后，拿起桌子上的自动铅，对着他的眼睛不停按动，眼看就要插进他的眼睛里了。哥哥却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，眼中似乎充满了仇恨。直到最后铅笔芯脱落，见弟弟丝毫没有反应，他才放心的离开了房间。弟弟这才睁开眼睛，起身跟了出去。哥哥来到街上，环顾四周，确定没人后，竟然迈开大步，完全变成了正常人。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腿疾。弟弟坐上一辆出租车，一路尾随，跟着哥哥进入一条小巷。有2个小混混见到哥哥都唯唯诺诺的喊老大，而等他看清这2个人的容貌时，他彻底懵了。这分明是前几天去他家的那2名警察。就在几天前，他亲眼看见哥哥在自家门口被一群人带走，他拼尽了全力，却没能追上那辆车，只能努力记下了车牌号码。然而第2天警察来到家中，却无论如何都查不到那个车牌信息。后来警察怀疑是他记错了，只能在他家中布控守候，却始终都没有等到绑匪的电话。然而到了第19天，哥哥却自己回来了。也许是遭受了太多痛苦，他完全失去了对这段时间的记忆，但他的行为却变得越来越诡异，不但经常半夜偷偷离开房间，甚至有时候残疾的左腿会突然变成右腿。哥哥到底是什么人？或者说这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哥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他却突然被人迷晕了过去。第2天，他竟然又在自己的书桌上醒来，而哥哥却好好的睡在床上。他躲进洗手间，努力回忆昨晚发生的一切。面对他的质问，哥哥却说那一定是他的一个梦。然而他很肯定那不是梦，眼前这个人一定不是自己的哥哥。他拿起一根铁管慢慢出门，却被哥哥突然扑倒。他质问到底把自己的哥哥怎么了？다 실제가 아니야. 어? 샤프실 네가 타던 택시 널 뒤쫓던 그 남자들 전부 다 실제로 있었던 일이 아니라고. 내 기억들. 저기 또. 약. 너 약 먹었어? 弟弟这才想起，昨天吃药时药片掉进了桌子底下，他的确没有吃药。然而等哥哥走后，他却发现了桌子上掉落的那根笔芯还在，那一切都不是梦。弟弟立刻把自己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妈妈。妈妈听完后显得非常紧张。然而到了晚上，他起床喝水时，却无意间听到妈妈在打电话。弟弟懵了，难道这个妈妈也有问题吗？然而就在这时，他不小心弄出了响动。妈妈似乎有所察觉，他赶紧躲到了门外，这才没有被妈妈发现。然而电话那头好像让妈妈上楼查看，情急之下，他快速从外面顺着管道爬回2楼，终于在妈妈进入房间之前回到了自己的床上。妈妈掀开被子，看着他满脸的雨水，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。听到关门声，他长舒一口气坐了起来。这时他才发现妈妈根本就没有离开，正站在床头注视着他。原来开着的窗子和他脸上的雨水早已出卖了他。妈妈诡异一笑，转身出门，立刻给爸爸打去电话。 빨리 와야겠어. 지금 당장. 나도 이 새끼한테. 而此时弟弟感觉不妙，已经从后窗逃了出来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他必须先离开这里。然而他刚跑出家门，就遇见了赶回来的爸爸。显然这个爸爸也是假的。而此时妈妈和一个陌生人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。来不及多想，弟弟推开爸爸就跑。妈妈一声令下，陌生男子立刻追了上去，穿越了几个街区，最后他还是被男子抓住。而关键时刻，男子却被一辆路过的摩托车撞倒。他赶紧趁机再次逃跑。终于在一个路口遇见了巡逻的警车。追上来的男子看已经没有机会，便转身离开。 这回他终于安全了。他跟着警察回到警局，向警察诉说了自己的全部遭遇。然而，当警察听他说自己21岁时，他们满脸的不可思议。몇 년도인데 77년생이 21살이요? 97년도니까 21살이 맞죠. 他的话瞬间引得众人哄堂大笑。 저 달력 잘 보고 따라해봐요. 弟弟抬头看去，日历上写得清清楚楚。2017年5月，他彻底懵了，起身抚摸着日历，看着别人手里他从未见过的平板电脑，还有电视新闻里的内容，一切都是如此陌生。他回头看向镜子里的自己，看到的竟是一个40、50岁的中年大叔。他摸着自己的脸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为什么自己一直以为生活在20年前？自己的那些家人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带着所有的疑问，重新回到他刚刚逃出来的家中。现在也许只有那些所谓的家人才能告诉他真相。然而他刚进家门，却听到楼上传来了音乐声。他一路来到2楼，家里一直被紧锁的房间门竟然是开着的。他推门走进房间，一个假人模特躺在地上，房间内凌乱不堪，到处都是鲜血。模特身边还放着一把匕首，房间另一边还放着一个假人，地上同样也布满鲜血。而就在他迷惑间，哥哥突然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他的父母。哥哥终于说出了有关他的秘密。20年前，就在这个房间，一对母女被人残忍杀害。虽然当时引起了警方和民众的高度关注，却始终没能找到凶手。直到这起案件超出追诉期，最终被所有人遗忘，唯独这家的儿子没有放弃。等他长大后，他开始自己调查。在整整调查了4年之后，他终于找到了凶手。可他用尽了手段，凶手却始终不肯认罪。他从来不记得自己曾经杀过人。在多次尝试之后，最终确定凶手
已经失忆了，而他不想就此杀掉一个什么都不记得的人，他必须要找出凶手杀人的动机，或者说他的幕后主使。于是他请教一位催眠专家，专家推测应该是在那一段时间，凶手遭遇了让他极其痛苦的事情，他的自身潜意识选择性的抹掉了那段痛苦记忆，而如果想让他恢复那段记忆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回到案发之前的时间，也就是1997年。于是他开始给凶手服用精神类药物，并对他进行催眠，自己假冒他的哥哥。催眠专家和一名专业演员负责假扮他的父母。 지금 몇 년이죠? 97년. 他们成功让弟弟的意识回到了20年前，并全家搬进了当年凶案发生的那所房子。他们完全还原了当年的案发现场，终于等到了一个跟案发当天一样的雨夜。然而就在这时却出了意外，哥哥因为涉黑在门口被警方传唤，也就是弟弟眼中看到的哥哥被绑架。为了不被怀疑，哥哥让手下假扮警察去家中调查，为自己争取时间。而他通过周旋，也终于在第19天后获得保释。接下来就是要等待雨天，继续完成计划。然而就在这段时间，弟弟却慢慢对他起了疑心，先是哥哥，然后又是母亲，大家接连露出破绽，直到最后彻底崩盘。事到如今，哥哥决定放弃计划，准备直接杀死他，为家人报仇。然而弟弟依然不相信自己会杀人，认为一切都是哥哥的阴谋，找到机会拉开车门跳了下去。哥哥立刻掉头去追，然而在追逐过程中，哥哥失去理智，玩命飙车，导致发生了车祸。他被困在车内，眼睁睁看着弟弟离开，而神情恍惚的弟弟刚走出几步，刚好被一辆驶过的货车撞飞，最后被送进了医院。也许是因为受到了撞击，20年前的记忆开始在他脑海里闪现。当年他们全家开车出门旅游，却突发意外遭遇了车祸，他的父母在车祸中丧生，哥哥也在医院陷入深度昏迷。主治医师告诉他必须立即进行手术，错失时机可能永远都不会醒来。然而前期的治疗早就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，于是弟弟开始尝试各种办法搞钱，却都没有结果。他抱着最后一丝幻想，通过网络发布了一个求助信息，只要有人愿意提供帮助，他什么都愿意干，哪怕是出卖自己的灵魂。却没想到他很快等来了回复，对方第一句话就问他放弃自己的灵魂，这句话是认真的吗？弟弟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问，而对方的回答很直接，因为你迫切需要钱，而我需要你的迫切，我想让你帮我杀个人，如果你愿意就把你家的电话号码发给我，中午之前必须给我答复，过了中午他将永远失去机会。他彻底懵了，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过有一天自己会杀人。他坐在电脑旁想了整整一上午，最后还是咬牙把电话号码发了过去，结果电话很快就打了过来，直接告诉了他一个地址。漆黑的雨夜，他来到那个地址，按照雇主的提示，在管道内找到了房门的钥匙。雇主曾一再叮嘱家里有母子3人，只解决掉母亲，绝对不能伤害到孩子。然而等他打开卧室门，看到在床上安然熟睡的母子时，他发现自己根本下不去手，他最终决定放弃。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女人却从房间内走了出来，错把他认成了自己的丈夫。而等他转过身来，女人看到他手中的凶器，立刻吓得尖叫起来。他顿时也慌了，赶紧道歉，说自己只是一时糊涂，他会马上离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楼上的女儿听见动静走了下来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立刻尖叫起来。这下他更慌了，大喊着让女孩不要叫，而女孩却边叫边向楼上跑去。慌乱中他赶紧去追，女人想阻拦，被他一把推开，结果滚下楼梯，直接晕了过去。他转身追到楼上的房间，女孩慢慢没有了动静，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可能杀人了，赶紧跑过去查看，而女孩已经没有了呼吸，他被吓得当场哭了出来。而这时苏醒过来的女人已经追上楼来，看到死去的女儿，她疼得声嘶力竭，结果她的尖叫声让她再次受到了刺激，回头又冲向女人，最后女人也死在了他的刀下。他扔下匕首，仓皇地逃离了房间，却在楼下被一个男孩叫住，原来是这家的儿子找不见了妈妈。他骗男孩回到床上睡觉，妈妈很快就会回来。然而就在他转身离开时，却看到了墙上的一张全家福，上面的男主人竟是哥哥的主治医生。他瞬间明白了一切。随后医生接到了儿子的电话，他告诉爸爸，妈妈跟姐姐浑身是血躺在地上，听说女儿也死了，医生顿时慌了。而刚一转身，弟弟却已经找到了他。 선생님, 왜 그러셨어요? 가족이잖아요. 애들 엄마 하나만 희생하면 길거리에 낳는 걸 막을 수 있었어. 原来这一切都是医生的计划。经济危机让他欠下巨额外债，最后他竟然决定杀妻骗保度过危机，却没想到意外害死了女儿。最后他把女儿的死怪到了弟弟头上，决定不再为他哥哥治疗。两个近乎癫狂的人立刻扭打在了一起。然而混乱中，医生却不小心跌落下去。虽然弟弟尽了全力想拉他上来，却最终没能成功。所有人都死了。这种无法承受的痛苦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，直至他失去了所有记忆。哥哥来到他的病房，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。他决定就此了结弟弟。然而就在他准备动手时，弟弟却突然开始向他道歉，说自己对不起死去的母女。哥哥发现他竟然恢复了记忆，立刻逼问他当年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家人，是不是受人指使，是不是受了女人丈夫的指使。
原来就在不久前，他调查到，在出事前1个月，本就不富裕的父亲竟然给母亲买过一份保险。现在他最想知道的是，到底是不是父亲的指使？弟弟看着眼前的哥哥，如果告诉他真相，必定会带给他一生的痛苦。自己的过错已经无法弥补，他不想再给哥哥带来痛苦，于是否认了他的猜测。然而哥哥却早就从他的眼神中洞悉了真相。그걸 나보고 믿으라고. 几分钟后，哥哥从楼顶跳了下去，而弟弟则将毒药注射进了自己的身体。电影至此结束。这是一部难得一见的好片，悬疑拉满，反转不断。弟弟的一念之差，善恶两面，哥哥寻得真相，却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。整部影片处处充满着矛盾纠葛，却又合情合理。建议去看原片，更能体会其中每个角色的情绪变化，感悟社会的残酷和人性的脆弱。